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卓的频道，我是安竹。相信大家今天都已看到好久不见的疯狂特斯拉又回来啦！一切都是由于昨天第三季度的财报，在不少地方跌破了众多分析师的眼镜。当然，我指的是好的部分啊。今天影片除了帮大家整理一些特斯拉第三季度的表现之外，更多的重点我会放在关于未来的发展，希望能够帮各位了解对于特斯拉未来几年能够有什么样的期待。如果你觉得我花大量时间收集的这些资料与画面对你了解特斯拉的发展有些帮助的话，还请各位在下面帮我点个赞，只需要花你半秒钟的时间，但这就是对我最直接的鼓励啦。同时也要感谢伽马吹光隔热纸赞助这支影片的播出，各位有贴隔热纸需求的朋友，记得透过我说明栏连结去购买他们产品哦。各位看影片的这个时刻都已经见证到了特斯拉许久不见财报后的激情，在我现在录影的当下，特斯拉正飙涨超过21%啊，这不断终止了连续5跌的表现，这可是继4月之后最长的连续下跌，也一举把无人机动车发表会后的跌幅收复之外，从年初至今，特斯拉的投报率也总算再度由红翻绿，成为正报酬的一方。这一次的绝地大反攻，肯定让所有特斯拉的投资人都兴奋不已。当然不免俗的一季一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财报的消息，以及一些我对于未来观察的重点。首先，对于这次财报的成绩，我个人觉得有好有坏。不过我一直提到，特别需要关注的获利能力倒是表现得非常强劲，相信这一点是出乎不少人的意料之外。这也难怪啊，特斯拉昨天财报发布前还跌了不少，但今天的股价却是一飞冲天。数字的部分我们就快速带过。特斯拉今年第三季总营收为251.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约8%，不过稍稍略低于市场预估的253亿。在我最关心的净利与毛利率的部分，毛利率也就是公司在扣除产品成本后所剩下的利润，这一季特斯拉达到了19.8%，比过去几季大幅爬升。净利也就是公司在扣除所有成本、税收与利息等费用后的最终盈利，是来到了约21.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成长了17%，两者都表现得非常优越哦。另外，投资人都该关注的每股盈余 EPS 的部分，在经过调整后的每股盈余是72美分，这部分是大幅超过市场预期的58美分，同时也是5个季度以来首次超出预期。也就是说，投资人手上的股票每一股的赚钱能力是比大多数分析师预期的还要强了不少。另外还有一些亮眼的部分，包含了能源的储存与发电的营收年增52%，以及服务与其他的营收也年增29%。我个人觉得这部分尤其重要，至少特斯拉在能实现真正的全自动驾驶之前，多角化经营更能规避风险。总体而言，特斯拉的赚钱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考量到目前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经济情况并不是太明朗的状态下，所以我总说短期股价是无法猜测的。不过还好，我想会对电动车有兴趣的人，应该不太可能会去做空特斯拉吧。我也常说啊，赚钱的方式有很多，但我从来不会想靠做空去赚钱，毕竟利用别人的痛苦去赚钱这种事，实在太不符合我的个性了。而今天特斯拉这样的涨幅，相信也狠狠的帮做空者上了一课。对于投资，我还是倾向选择长期发展良好的公司或整体市场。当然有个例外啊，就是如果人家送的是免费股票的话，我猜这边有不少观众已经准备要领免费的 NVIDIA 股票了。各位有美国沙马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附图特别送给安竹观众的年末大礼，只要新开户入金$5000并维持60天以上，不但可以免费抽15股股票之外，针对我的观众，附图更直接再加送各位1股的 NVIDIA， 同时账户内的闲置金额前3个月还享有8.1%的超高额利息。各位自己算一算啊，这投资报酬率真的是超级爆高，而且又安全稳定。记得一定要透过说明栏或留言区置顶的连结去申请，才能获得免费赠送的 NVIDIA 股票哦。时间有限，有资格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而这一季特斯拉的获利能力之所以能跌破众人的眼镜，主要归功于几个重要原因，包含了材料成本的下降。会议中，特斯拉表示，这一季由于制造车辆的劳动力与材料成本平均降到每辆车有史以来最低的$35,100，其中尤其电池的原料价格一直在下降，因此让获利空间增加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一季碳权的营收与上一季一样，依旧是爆高，是史上第2高的$7.39亿，代表其他车厂在减碳化的路上并不顺利，而只卖电动车的特斯拉就能因此而得利了。这确实也提高了不少这一季的利润率哦。另外还有一项好消息就是特斯拉的 Cybertruck， 特斯拉宣布在前天10月22号，
特斯拉的电动车产量正式达到700万辆的里程碑，而其中 Cybertruck 也成为美国第3畅销的纯电电动车，等于前3名全都由特斯拉所囊括了。更重要的是 ，Cybertruck 在这一季首次实现毛利率转正哦，这确实是非常不容易，而且又快速。同时再次证明了美国人有多么爱皮卡卡车啊！而纵观未来，马斯克预估2025年车辆销售将成长20%，甚至到30%。他认为这是因为考虑到正在计划中的低成本车辆以及全自动驾驶技术。他同时强调，前几周亮相的 Cybercab 将在2026年实现量产，而且不仅仅是量产，他的目标是每年生产至少200万辆的 Cybercab。而且将不会只在一家工厂生产。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目标，因为像是今年特斯拉全年销售要达到180万辆都要非常拼了。各位可以想象，只靠一款车就卖200万辆的概念吗？但我是认为啊，如果这辆车真能完全自动驾驶，售价在3万美金左右，不仅将改变人类的驾驶习惯，200万辆确实不是个天文数字。不过关键依旧是要能做到真正的全自动驾驶。在我之前的影片跟大家聊过，数量庞大的哈沃尔3硬体车辆非常有可能做不到真正的全自动驾驶，尤其在 Robotaxi 发表会上，马斯克非常闪躲的回答。而在这次的财报会议上，马斯克首次承认特斯拉的哈沃尔3可能无法支援无需监督的全自动驾驶。以下是他会议时的回答内容。Because by some measures, Hardware 4 has really several times the capability of Hardware 3. It's easier to get things to work with Hardware 4, and then it takes a lot of effort to sort of squeeze that functionality into Hardware 3. There is some chance that Hardware 3 does not achieve the safety level that allows for unsupervised FSD. There is some chance of that. 我基本上是原音重现啊，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财报录音档，约莫1小时又30秒的位置，我会把会议的连结也放在下方的说明栏了。所以一直说我在黑特斯拉的人，是不是应该还我一个公道了？不过我要对马斯克首度正式承认对于哈沃尔3过度乐观的预估给予肯定啊。而接下来就是该如何面对这数量庞大的哈沃尔3车主们。目前特斯拉的做法就是让原车主可以直接转移 FSD 到下一辆车，但这是有时间限制，目前是到12月底为止。不过我个人还是认为这活动极有可能会再度延长，不然可以想见将衍生出非常多的法律问题。And if that turns out to be the case, we will upgrade those who have bought Hardware 3 FSD for free. And we have designed the system to be upgradable. And it's really more, just to switch out the computer type of thing. 另外，马斯克在会议上也有说到，如果哈沃尔3真达不到可运行无需监督的自动驾驶的话，特斯拉将免费为购买 FSD 的哈沃尔3用户升级，因为他们的系统是设计为可升级的。但这句话听起来是有点矛盾，因为现在已经确定哈沃尔3就是无法升级到哈沃尔4，才会衍生出这些问题。The cameras are okay, they're capable, but we don't actually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But if it does turn out, we'll make sure we take care of those who have bought FSD on Hardware 3. 且根据马斯克的说法，他认为哈沃尔3的摄影机是可以胜任全自动驾驶的。即便目前 Hardware 4的镜头像素是要高出了5倍之多，那就表示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计算能力上。由于 Hardware 4电脑使用不同的电源，外形设计也非常不同，导致 Hardware 3要直接升级变成不可能的任务。如果特斯拉真的愿意负责为用户免费升级的话，表示他们得要重新设计专供给 Hardware 3车辆使用的 Hardware 4或者 Hardware 5系统。我个人觉得这个时间表将会非常的遥遥无期哦，所以最佳的解决方式大概还是让用户可以免费转移。但重点是，即便到了现在，马斯克也不太确定到底 Hardware 3能不能够做到无需监督的自动驾驶。The answer is we're not 100% sure, but 虽然我觉得以他这么乐观的人会说出这样的话，9成9就是做不到的意思啦。但别忘了，马斯克过去几年可是年年预测 Hardware 3系统即将达到 Level 5的无人自驾程度。而这场财报会上，马斯克则是预估啊，明年加州与德州无需监督的自动驾驶将会上路。他认为德州的进程会较快，加州的监管审核过程会更为漫长，因此他也呼吁，希望自动驾驶车辆相关的规范能够是经由联邦来统一批准，而非交由各州自己审核。毕竟美国有50个州啊，一州一州的申请实在太过于繁琐，所以我们就看看，如果11月5号后是川普当选的话，在自动驾驶法规的部分是否有机会对特斯拉较为有利呢？
但各位同时也别忘了，我在上支影片才各位分享，川普本人似乎对自动驾驶不是那么喜欢的，他甚至直言会禁止自动驾驶的车辆出现在美国道路上。各位想听听看他原文怎么说的话，请看我上支影片哦。但短期内要实现全自动驾驶上路，依旧还是各州的权责，所以我们就看看特斯拉到底何时递出申请。毕竟如果要在2026年上路的话，明年不递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哦。另外，既然讲到了川普，必须说他可能也是会影响特斯拉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由于马斯克决定与川普紧密连结，若最后川普是以些微差距胜选的话，还真有可能要归功于马斯克的大力顶住。但我这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明年美国电动车的7500块联邦补助会不会就此消失呢？虽然许多人认为民主党处处在搞特斯拉，但必须说啊，特斯拉也是把这7500块美金的联邦补助给用好用满了。目前除了 Model S 与 Cybertruck 之外，甚至连 Model X 不加选配的话都能拿到补助哦，更不用说 Model Y 了，配件随便你加，只要你收入不是超高，都能拿到这7500块美金的减免。而放眼望去，其实特斯拉有不少的竞争者，像是韩国车是完全没有补助可拿的。Rivian 部分车种可拿一半3750美金的补助，所以我敢说，如果未来川普真的要拿到这些电动车奖励措施的话，受影响最深的绝对会是特斯拉。但至于川普会不会这么做呢？只有天晓得啊。所以我一直觉得马斯克这么公开的选边站，站在投资人的角度，真的不是太明智。今天并不是因为他支持川普我才这么说，假设他今天也是这样支持民主党，我也觉得不妥。因为不管怎么说啊，你就一定会得罪另外一半的美国人，而其中哪怕有1/3的铁粉因此而拒买特斯拉的话，无形之中就会少了非常多的营收。但同时我们可以说啊，这就是马斯克的真性情啊，相信他也知道做这件事情的风险，但他依旧选择这么做，不得不说某个程度上也是挺让人佩服的。只是站在投资者的角度，还是希望公司的决策者能尽可能避免做出会损及公司发展的决定。因此我自己是认为这场美国大选是短期会影响特斯拉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不过现在看来选情好像是五五波，所以再度证明啊，短期股价为什么这么难以猜测。另外还有许多朋友引颈期盼的平价电动车，特斯拉只说在明年上半年将会推出更实惠的车型，但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我个人猜测极有可能是就现有车辆去改款，而非像原本计划的推出全新车款的平价电动车。目前看起来特斯拉似乎更倾向把资源用在 Cybercab 上面，这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说或许问题不大，因为在考量退税后，如果那时候还有的话啦， Cybercab 的购买金额也就真的差不多就是25000块美金，同时还将附带有自动驾驶的能力。但对于不支援 FSD 的地区，那就是天壤之别啦。要等到 Cybercab 能够进到其他国家运行，还不知道得要等多久。所以就现有车辆，不管是 Model 3或 Model Y 推出更实惠价格的版本，可能是过渡期最好的选择。只是很可惜的是，目前并没有看到太多的细节。不过讲到新款车，上支影片才跟大家聊到中国有可能率先试产新版 Model Y 的消息，看来搞不好是真的哦。因为今天已经有不少从上海流出的照片，看起来极有可能就是新款 Model Y Juniper。虽然毫不意外，外观包得紧紧的，但还是先带大家一睹为快。至少在内部座椅的部分，看起来跟换新版 Model 3是一模一样的。我个人当然是非常期待新版 Model Y 的到来，因为对于最近一直在考虑换车的我来说，新款 Model Y 来的正是时候。希望不久之后有机会可以提供大家 Juniper Model Y 的开箱影片，以及 FSD 更多的实测内容。不想错过的朋友，记得请订阅我的频道哦。最后结论，特斯拉今年第3季的表现，尤其获利的部分，确实是很不错的，但大方向依旧还是压注在全自动驾驶能不能够实现的前提上。但确实啊，现在的 FSD 的表现已经要比1-2年前要好上太多了。关键就是特斯拉何时会向监管机关递出申请，希望在明年能看到有所动作。不过今年接下来的挑战就是全年销售是否能够打平，甚至超越去年。从特斯拉过去几周接连的强力促销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确实很积极在这一块上哦。它的促销频繁到我上次影片剪到一半，看到 FSD 转移也开放给新的 Cybertruck 了，没想到剪完之后再来一发美国 Model 3、Model Y 全面零利率，而且还无需加购 FSD 哦。可以说在促销上，特斯拉真的是火力全开了。再加上目前看来造车成本下降，特斯拉获利空间增加，距离年底还有2个多月。如果想要业绩更好看的话，我自己觉得降价的空间还是有的哦。不过哪怕是现在入手，光是零利率就已经非常诱人了。当然下定前也别忘记，还可以再利用推荐链接再省
1000块美金哦。今天影片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感谢所有已帮我按赞并订阅我频道的朋友们。有美国商码的观众，千万也别错过附图直接拿1股 NVIDIA， 还有抽15股股票的机会，再加上3个月8.1%的超高利息，真的是 How to lose 啊！我把申请链接已放在下方的说明栏内喽。我们在下次影片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话题。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